你会花费32000美元因结构损伤导致报废的奥迪 R8 吗？单从外观判断，这台车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就连公里数也只有42000英里。以这台奥迪 R8 目前的状态，似乎无论如何不能与报废车划等号。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这台车是经过保险公司的专业评估之后才被判定报废，而且是全损报废。透过车窗，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内饰依旧十分完美。经过小哥的介绍，才得知这台车沦落到报废这一步，并非是由于车辆发生事故，而是因为厂家设计原因。原本以为是发动机问题，结果小哥第一次尝试点火，很顺利得以启动。这一刻，他的心情开心到了顶点。这么低的价格还能够正常行驶，外观没有明显损伤，绝对是血赚。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乐极生悲，只见他很快将车辆清洗干净，全车除了部分钣金件、保险杠存在轻微划痕之外，没有明显的撞击痕迹。这种状态，除非是完美主义者，否则不需要进行喷漆。根据他目前掌握的信息，车辆外部明显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底盘，底盘护板因托底报废，一块护板的价格仅需要100到200美元。但是些许缺陷丝毫不影响车辆的正常驾驶。根据美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潜规则，非事故车报废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是发电系统因老化或者是其他不可抗力导致了严重损伤，修复后仍有可能复发，出于修复使用成本考虑会进行报废操作。其次就是车身安全性，至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车辆的品控导致车架存在安全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减震系统与防火墙之间存在开裂，因此被保险公司判定是厂家设计原因导致。极端情况下，不排除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解体或者起火。至于这台奥迪 R8， 此前的托底事故就是由于梁柱断裂，最终被判定全车报废。如今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更换整套边梁。由于减震座也已经严重变形断裂，全部更换就是最靠谱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为了能够尽可能节省成本，决定尽可能通过外力调整和恢复减震座，随后再进行焊接固定，最后加装金属隔离板。这种修车方式，用更加直白的话术，就是通过保守治疗延长车辆生命。至于能够坚持多久，只能由上帝回答。其实他采用如此糊弄的方式也是情非得已，毕竟修复二手车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车辆的残值以及二手车售价决定，也需要综合评估盈亏。在此基础上，就算车辆完成修复，也只能当做代步车使用，切不可开启运动模式。不仅如此，整个修理过程也是简单粗暴。第一步，拆掉断裂的减震座；第二步，利用腾出的空间搭载铁链之后，用千斤顶逆向发力，地面再用马镫支撑，随后强行发力拖拽。当然，在拖拽的过程中，想要以点带面对金属板件产生影响，整体技术难度极高。而且小哥工房内部地面非常平整，没有固定的锚点，如果有一套轨道，或许会更加安全一些。这种做法好孩子千万不要学。在拉拽过程中，金属板件开始出现变形迹象，期间小哥用41天的小锤不断进行敲击，很快将为自己业余的操作付出惨烈的代价。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前挡风玻璃就此碎裂，熟悉的谢特声脱口而出，1000多美元就此烟消云散。他查询了奥迪 R8 原厂玻璃的售价需要1100多块，为了能尽快解决眼前难题，找来了自己的熟人威腾小哥，也就是赫赫有名的西蒙小哥的搭档，属于是框架修复问题专家。威腾一眼认定他设置的金属孔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重任，标准做法应该是用螺栓穿孔，或者是整个板件固定吊带。而且他此前拖拽的方向也有问题，找对了方法，效果也十分显著。板件之间的缝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小，尽管如此，他此前打出的钻孔终究还是被彻底拽飞。如果一开始就采用了正确的办法，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对比修复之前的画面，提升的效果可谓非常明显。其实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类似车友而言，这些人通常修车会采用以换件为主的模式，这种原车件修复的操作可谓是难得一见。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这些国家的人工费用高昂，一天的工资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与其纠结已经损坏的零件，不如直接换新，效果好，成本更低。此次小哥请其他博主帮忙，一次费用通常为300美元，确实并不便宜。有技术的工人在美国是真的挣钱，从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只能说勉勉强强，经过一段时间依旧可能会再度开裂，届时需要继续进行修复，最后再喷上一层防锈底漆。至此他再度开始安装减震器，这项工作并不简单。由于减震底座已经彻底损坏，减震器本身也被弯曲，损坏位置集中在液压杆部分。当然这项工程十分浩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完成修复，从开始到现在硬件投入花费了500美元，其中包括一台千斤顶。至于减震器，经过一番衡量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换新。而且由于这台车的公里数已经达到了4万英里，后期还有可能再度更换，因此他索性一次性更换一对减震器。但是原厂的奥迪 R8 一条就需要2000美元，只好选择了副厂件。
同时对车身进行下调。对比两条减震就可以发现副厂件明显更加瘦弱，而且副厂件没有配备传感器插头，在没有链接的情况下，车辆的仪表盘会爆出故障码，甚至会导致车辆无法启动。解决方案包括两种，一种是利用电脑计算机消除故障码，第二种就是接入4个传感器，两种处理办法没有明显的区别。最终花费了400美元，总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至于他不久前敲碎的挡风玻璃，花费了1200美元，总算是购置到位。这完全属于是意外支出。很多车友曾经自行更换过挡风玻璃，涂抹玻璃胶之后，却经常出现漏水的情况。原因是缺少了一个步骤，在开始之前需要先涂上一层底胶，整个过程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能出现刮伤车漆的情况。至此，整台车的修复貌似接近尾声，他甚至已经开始处理手续的相关问题。尽管这台车已经被保险公司提请报废，但是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他只需要证明车辆可以安全行驶，零件来源合法合规，就可以重新上牌。需要准备的证明主要就是一份购物清单，另外还有运输、购买凭证。此外，他还需要保留好原车受损位置的照片，以备后期审查。另外，美国50个州对于报废车上路的问题，很多都有自己的规定，需要车主提供不同的资料。小哥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更是以严苛出名，正所谓佛罗里达不养闲人。其实这种做法更多是为了预防盗抢车再度流入市场，进而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另外，他闲来无事还对车辆的排气筒进行了改装，该款排气筒还搭载了车内控制阀门，看上去就是非常的高大上。这种排气筒的唯一使用场景，就是在你炸街的过程中碰到帽子叔叔的一刻，能够及时将排气筒的声浪恢复原始状态。前提是你要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否则很容易意外翻车。从外观上观察，减震座包括横梁的修复达到了非常不错的状态，而且他也顺利通过了检测。是否有黄牛参与，我们不得而知。到这一步，车辆的修复包括后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不过他还有一个担心，由于更换了2套减震系统，并且还是采用了副厂件，4轮定位目前疑似存在问题，因此他找到了一家路边专业经营轮胎定位、修胎补胎的工坊。为了能够在数据上达到完美，小哥现场对减震模块进行了调整，毕竟是机械减震，适当调整无伤大雅。不过他震惊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其中一枚轮毂出现了轻微变形。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对方的服务支付了200美元的辛苦费。不过这家路边摊的专业实力确实不俗。小哥前脚将车开出工坊，后脚便给出了轮毂修复前后的数据对比，证明他的钱绝对是花得物有所值。回到家的第一时间，他从后备箱掏出了自己花费1000美元买到的2手轮毂，而且是一次性4条轮毂外加轮胎，行驶里程数为3000英里，还处于巅峰状态。从买车到运输再到最后更换轮毂，总共花费了4万美元。目前小哥已经标价6万美元对外出售这台奥迪 R8， 用很多二手车商的广告词叫做4万公里奥迪 R8 原版原漆准新车况，发变巅峰，驾驶体验完美。前任车主刚刚更换了一整套全新米其林轮胎，到手即开，不用任何投资。不过在出手之前，他要率先体验一番这台车的巅峰性能。